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央视点名34岁杨洋，释放3个强烈信号，唐嫣的话果然没说错。从空有美貌没有演技的花瓶，到前些年备受争议的油王，再到如今被央视点名。杨洋用自己的方式走出低谷，摆脱争议，而央视也把这份沉淀看在眼里。这次看似简单的提及，实则暗藏3个关键信号，也让不少人想起唐嫣曾对他的评价。如今再看，句句都得到了印证。被寄予厚望的新作，3天前，央视主动发文提到了杨洋还未上线的新作武侠剧《雨霖铃》。这部剧可大有来头，本剧由正午阳光出品，原作是以展昭为原型的原创故事，讲的是北宋年间，展昭与好友一路闯龙潭、入虎穴，还天下太平的故事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部既有江湖热血，又有悬疑烧脑的北宋版扫黑剧，融合武侠、探案、权谋，剧情紧凑，看点十足。而杨洋为了演好角色，提前半年闭关特训，每天雷打不动练习几个小时，从握剑的姿势、出剑的力度到转身的角度，都反复打磨。打戏全程亲自上阵，不用替身。遇到高难度的危险动作，也坚持自己完成。除了下功夫钻研武戏、文戏，他也没落下。展昭正直无私，重情重义。面对坏人时冷酷决绝，面对百姓时温柔善良，面对朋友时真诚坦荡。每一种情绪，杨洋都做了很好的区分。首支预告片一出，不仅许多观众直呼这才是真武侠。双引号，新华社官微更是称其侠味拉满，肯定杨洋饰演的展昭褪去花架子。而央视这次主动点名杨洋，不仅是在表达对这部剧的期待，更是借此传达了3个信号。3个信号，第一个信号也是最明显的一个，34岁的杨洋正在从流量小生往实力派演员的路上过渡。早年，杨洋凭借多部偶像剧爆火，成为娱乐圈的顶流小生，但他并没有以此为立身之本，不甘心局限在偶像剧和流量中。燕破月、韩立、展昭、李治，多年来，他不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，每一个角色都能看到他的进步。第二个信号，则是杨洋口碑的回暖。以前路人提起他，正面评价只有帅，接踵而至的就是花瓶像没有感情的机器人等负面评价。前几年播出的《我的人间烟火》更是将他推入泥潭。观众笑话他是人间油王端王，不少媒体也借此公开点评演员别之剩皮囊。双引号，可随着《凡人修仙传》的播出，大家惊奇地发现，杨洋似乎演技变好了。他彻底放下了以往的偶像包袱，不再刻意端着身姿耍帅，整个人松弛又接地气。山村少年时期，他粗布衣衫，指甲藏泥，还经常弯着腰走路，不美观但活人感满满。发现师父阴谋时，他的眼神从信任转为惊恐，最后变得决绝，过度自然，层次感拉满。修为尽失后，释然地说出风景不错，更是被原著党称为韩天尊本尊。外界评价的转变，并非是观众当墙头草，实际上，这是他们对事不对人的坦然。他们不会因为杨洋长得帅，粉丝多就昧着良心说他演技好，也不会因为之前骂过他演技差，就对他的转变视若无睹。杨洋也正是明白这一点，才能在被全网黑之后继续前行。因为他明白，观众并不是在否定他整个人，而是在批评他的演技。而信号3，则是央视借杨洋向整个演艺圈的喊话。别再迷信什么顶流、颜值天花板。说白了，观众或许会因为颜值多看2眼，
但时间一长，没演技、没作品，早晚被遗忘。花瓶易碎，演技常青。双引号，花瓶再好看，禁不住细看。演员拼到最后，拼的永远是演技和作品。同时，杨洋的成功转型，也给那些曾经被说靠脸吃饭的流量明星提了气。就算以前被骂是花瓶，没演技，只要肯放下流量，好好默戏，踏踏实实把角色演好，照样能扭转口碑，让大家刮目相看。流量不是原罪，花瓶也能逆袭，没人天生就该被定型。而巧合的是，央视新闻这次公开肯定杨洋，恰好坐实了唐嫣当年对他的称赞。唐嫣的话已印证，10多年前杨洋和唐嫣合作《盗墓笔记》，那时的杨洋还只是一个空有流量的娱乐圈新人，最大的标签是长得帅。可经验丰富的前辈唐嫣却在合作中看到了杨洋的本质。我觉得他很可爱，也很有潜力，在拍戏的过程中也非常认真和努力。双引号，事实证明，唐嫣没有看走眼。多年来，杨洋一直坚持，若是角色不受认可，就主动减少曝光，沉下心专注打磨新作品。这份踏实被不少老前辈看在眼里，也让他在业内收获了众多的真心认可。不少合作过的长辈都曾公开夸赞过杨洋。成龙说他努力，拍戏能吃苦，没有脂粉味。唐季礼肯定他不像其他年轻演员那么娇嫩，有成龙式的拼劲。苏有朋更是直言，能从他的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，在新生代里有他独有的优势。如今雨霖铃仅靠一支预告片就收获100万预约量，这份万众瞩目离不开杨洋多年来的脚踏实地。他无数次沉下心钻研，在片场虚心请教，对每一场戏都反复打磨。那些曾经的嘲讽与质疑，都被他用付出一点点击碎。也正是这份不骄不躁、死磕演技的劲头，让观众对他塑造的展昭充满期待。结语：娱乐圈就像一个大舞台，有人靠颜值，有人想靠流量，但这些终究不是长远之计。能留下来的，只有那些用心演戏、敬业尽责的人。如今，34岁的杨洋迎来了自己演艺生涯的黄金期。央视的点名，既是对他过去的肯定，更是对他未来的期许。相信在未来，杨洋会继续保持初心，用实力证明自己不仅有颜值，更有演技。